很多人来山西旅行，想到最多的可能就是乔家大院、王家大院、雁门关这一些。其实，在山西介休这里藏着一座低调厚重的五 A 景区绵山，它很特殊啊，区别于山西其他地方。它是以绝壁上的天路奇观、佛道儒三教共生的人文底蕴，是一颗被低估的明珠。说的通俗一点，这里所有的建筑啊，基本上都是在悬崖峭壁上面建造的，路呢也是在悬崖绝壁上面开凿的，就跟我们在其他地方看到挂壁公路一样。在当时或者说几十年前，整个这个悬崖上面只有一条羊肠小道，而现在呢却是与众不同。这里呢有着千年的寺庙，更是有着全国最多的包谷真身像。在1300多年前，唐太宗李世民2次来到这里，这里呢可以看到悬空寺、悬空栈道等等。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已经来到了绵山山上。由于这块海拔相对来说比较高，早晚的温差比较大，现在8点多，天气还是有点冷的。我现在来到的是绵山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地方——云峰寺。在1300多年前，唐太宗李世民呢亲自来这里许愿，最后呢又来这边还愿，还亲手记下了一个风铃，所以说历史是非常悠久的。还有呢，这里有汉人成佛第一人的包谷真身像。这里其实是有2座寺庙的，一座云峰寺，一座正国寺，算是连接着，都算是和李世民有关。其中正国寺呢，还是李世民下令建造的，等于他是来还愿嘛。在那个正国寺啊，里面也有很多包谷真身像。这一块呀，绵山地区应该算是国内包谷真身像最多的地方。这个地方在古代是非常我们说的繁华。我现在呢是站在悬崖边上面，下面就是一个大的峡谷。整个绵山的建筑啊，基本上都是临崖而建的。现在呢是有道路通上来，我开车上来的话都是比较慢，因为算是崖壁公路。而在以前的话是没有这么好的道路的，是经过景区几十年的开发，才有了这么好的道路上来。这个地方被称之为低调的五 A 景区，确实是名副其实的，有历史、有文化、有古建，然后呢又有现代的设施，有现代的崖壁公路，有现代的风景。我们要看的寺庙就是在上方，现在是树木挡住了，实际的话寺庙是嵌在一个巨型的天然岩洞里面。现在下面是有平台，那以前的话可以说一边是悬崖峭壁，一边是万丈深渊。另外呢，我们刚才说李世民在这里记过风铃，就在那个墙壁上面。现在有很多风铃啊，只要风一吹就会有响声。看看这一座寺庙的导览图，我现在呢是在这个位置，看上面的殿宇是非常很多。那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这个空王真身殿，就是有包谷真身像。这个空王是不是有点熟悉啊？我们前段时间在张壁古堡就简单的说了一下，这个人呢是李世民时期的那个人物，他和李世民对过话。那这边呢还有一些修行洞，这边呢还能通往正国寺，正国寺算是在山上了。现在一步一步走上去，在云峰寺旁边是有住宿的。我昨天就住在这个云峰书院，也算是一个接待的酒店了。这个云峰寺原来不叫这个名字啊，叫做抱负寺，因为它是建在一个叫做抱负岩的天然巨窟里面，就天然岩洞。这个寺庙呢，就像是2只大手抱在一起，把整个寺庙抱在怀里，所以呢得名抱负寺。后来才改名叫做云峰寺。历史也是非常悠久啊，始建于三国曹魏时期，是曹操的孙子曹睿那个时候建造的，距今呢差不多1700年了。它比很多知名寺庙都有历史。
在这里还看到一个非常震撼的东西，就是在那个山上有那个垂直的铁链，意思就是说以前要爬到这个山顶是必须靠那个铁链才能上去的。等一下我们近距离的可以看到，因为我们要从那块走，现在是不用走了，以前是要走。现在旁边修了一个自行型的栈道，等一下我们要爬上去。还没到那个寺庙里面，我都感觉以前的工匠确实厉害。现在啊，走的地方越多，我们对古代那些工匠啊越是敬佩。只要是走到稍微偏僻或者大山里面呢，就一定有与众不同的通道。你像悬崖栈道、绝壁栈道等等。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云峰寺，这边还有一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云峰寺石佛殿，就是那个宝骨真身像的殿宇，一步一步爬上去了。当然这个肯定也是现在修的，在古代没有这么好走的道路啊，可能就是一些小的台阶上去。走到这个寺庙的门口啊，我们第一眼看到的其实不是寺庙，而是眼前这个巨大的天然岩洞，非常壮观的。这个叫做抱负岩的巨窟，高呢大概是60米，相当于是20层楼那么高，深50米，长180米，分上下2层。据说呢，在最巅峰的时候，这个里面大概有200间殿宇。如果按单独的洞穴来讲的话，这里呢能够容纳上万名游客。当然了，这是没有殿宇的情况下，有这么多殿宇肯定是容纳不了的。而云峰寺呢，则是把一整座寺庙群都建在这个天然的岩洞里面，相当于呢是省下了一个巨大的屋顶，等于是大自然给寺庙盖了一个巨型的穹顶，不用盖屋顶，不用怕风吹雨淋。这古人呢真会选择地方，这一块是钟楼、鼓楼，基本上每一个寺庙都有啊。快到了，这一块算是寺庙的门口。看，封赐云峰寺，也就是说这也是皇帝下令赐建的。这一座寺庙的殿宇非常多，有玉皇阁、五龙殿、菩萨殿、戒化祠，还有那个空王殿等等。现在呢，大部分建筑是新的，那实际的话，在唐代就已经有了。那特别是这个上面的铃铛，非常有特点的。等一下，我们可以近距离的过去，风一吹还有声音。李世民呢，当时来过这个地方。这里看到一些碑，在这个寺庙里面呢，有一块唐代的碑，等一下我们看能不能找到，并且呢，我看了一下资料，说这里以前碑多的时候有上百块呀。这个就是挂铃，也可以叫做挂铃还愿。据说呢，在唐贞观年间，长安发生了大旱，土地干裂，庄稼枯死，老百姓呢民不聊生。唐太宗非常着急，到处求雨都没有效果。后来有人建议他去绵山求雨，李世民呢就亲自来到绵山，向空王佛许愿，如果能够降雨解除旱情，他就亲手在这个抱负岩上面挂铃还愿。没想到李世民呢许愿之后没多久呢，就天降大雨，解除了长安的旱情。李世民呢非常高兴，就亲自在这个崖壁上面挂了铃铛。自此呢，挂铃还愿的习俗就延续下来，一直到今天，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。现在每到绵山庙会的时候啊，也就是农历3月，就会有很多人来到这里挂铃还愿许愿。当然了，他们是内容各种各样的，有求财的，有求子的，求学的，求平安的，大家都希望通过挂铃实现自己的心愿。以前呢，还有飞人挂铃，很有可能就是通过上面崖壁挂一个绳下来，在崖壁上面挂的。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崖壁上面呢是没有台阶上去的。这上面的殿宇非常多啊。在这边看到一块巨大的碑，碧玺驼碑，你看很精美吧？这是正德时期的，正德13年，
有这么大的碑，就证明当时这个寺庙不得了。哦，上面也有很多碑，也是巨大的，就证明刚才说这里有上百块碑是正常的，确实是有啊。这个是阿弥陀佛殿，阿弥陀佛又称接引佛，为西方极乐世界教主。他与观音、大势至二菩萨合成西方三圣。从台阶上来之后看到的就是空王宝殿，相当于是大雄宝殿嘛。里面供奉的就是那个空王佛。这我们在张臂古堡简单的说了一下，空王佛呢叫做田志超，他这个空王佛也是李世民那个封的。现在我们上去，因为上面还有一层，这是我们刚才看的空王佛殿，上面呢是他的真身殿。这个空王佛，我们在张臂古堡简单的介绍了一下，他其实是陕西人，后面来到了山西榆次居住，最后呢是来到了绵山修行。当时呢，他算是比较有名的一名高僧。后来李世民来这里求雨，跟他交流过。第2年李世民来还愿的时候，这位高僧已经去世了。李世民呢，后面就封他为空王佛，这样的话，他就成为汉人成佛第1人。来这边看一看，可以直接走到挂铃那一块。前方是五龙殿，算是龙王庙了。这都是在山体上面开凿的，看到没有？这一块谢雨祭文，就等于是求雨成功了。汾阳郡太守谢雨祭文，大定11年，那是金代的，1000多年了啊，没有，大概是900来年。这上面有一个龙池，哦，还有水呢。这个叫龙池，意思呢是这附近的5条龙被空王佛授意佛门之后，就栖息在这个城中。如果是碰到那个干旱的时候，这个龙王呢就受他们的指令，弄雨出来，弄水出来。这就和祭文匹配上了。这边很多那个栈道啊，可以称得上是悬崖栈道，都是依山就势嘛。整个这个云峰式的建筑都是依山就势，下面平一点有一些殿宇，那上面比较窄小的地方也有一些殿宇，这样就搭配起来了，1层、2层。往这边走呢，就是许愿墙，也可以称之是挂铃墙。不过现在锁住了，进不去。这里铃铛非常多啊，1300多年来，基本上每年可能都会有人在这里挂铃铛。在这一块我们看到有一些新的，一些旧的，那旧的可能就是以前留下来的。唐太宗李世民当年就在这里挂了一个铃铛进行还愿。当然现在我们不知道哪一个是他挂的，运气好的话，你来到这个绵山还能看到有人挂铃铛呢。站在这个寺里面还能听到铃铛的声音呢，风一吹都有。往前走，一直走的话，可以到达正果寺。这几年的栈道也是在那一块。这一座呢，就是空王真身殿，里面呢有宝骨真身像，全部是用石头打造的，上面呢是仿木结构。这座殿宇呢是李世民下令建造的。刚才我们说了，在李世民的时候，由于关中大旱，他就来这边求雨。后面跟高僧交流之后，回去呢果然下雨了。第2年他就来还愿，结果这位高僧已经去世了。还有一种说法是，李世民来还愿的时候，这位高僧呢避而不见，并圆寂。李世民后面就封他为空王佛，并且呢下令建造了这座殿宇。这座大殿就是这么由来的，全部是用石头构造的。
现在来到了大殿里面，前方我们看到的就是空王佛的包谷真身像。他去世之后，他的弟子就把他的真身放在这里。包谷真身像是指以圆寂高僧或者道士的不腐肉身为胎，外层呢包束尼彩形成的塑像。在绵山这一块有10几尊呢，我们等一下还能看到其他的。很多人呢也把这个包谷真身像称之为是肉身菩萨。光王殿出来之后，又是一个栈道了，栈道上面是建筑，这个也是石头建造的。在整个绵山这边呢，基本上都是悬空寺。那这里呢是明王殿，供奉的是10大明王。在旁边呢是罗汉殿，始建于唐贞观15年，公元641年，也就是李世民来还愿的时候建造的。这个也是他下令建造的。不过呢，在清朝康熙57年经过重修。现在我们继续往前面走，那边呢还有一个刚才在下面看到的悬锁铁锁，这个是叫做马明殿，这个第一次听说，叫做马明菩萨。这里面呢也有那个包谷真身像，一开始我不知道哎。两边呢也是包谷真身像，元代的，是元代介休焦居士和外甥圆通和尚包谷真身像。云峰寺的铁锁就是他们2个人修建的，就等一下我们看到的。一开始我不知道啊，那等于是在这个云峰寺有3尊包谷真身像，加上正果寺总共是15尊。一开始我以为这个云峰寺呢只有1尊。来云峰寺的人，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一块也有包谷真身，一开始我也不知道，我是看了旁边的介绍才知道的。往前走，现在去铁锁那里。等一下大家看到那个铁锁就会震惊到了，就等于是在这样的崖壁上面通过铁锁攀爬的，真的可以称得上绝壁上的一条道路啊，比我们之前看到的任何绝壁栈道都更惊险。就说的简单一点，就是这样的铁锁，我们现在是平行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就这样爬上去，通过铁锁。我们过去看到就知道了，这就是铁锁了。以前人们要上下就靠这个了。我踢一下，这非常巨大呀！它这里是有2条的，始建于唐代，后面到了元代是更完善了。刚才我们看的那个包谷真身像，他们在元代2个人把这个铁锁弄得比较好。每根铁锁呢，长度大概是18丈，高60米，300多个这样的铁环组成。在古代，这里呢是登顶绵山顶部的唯一通道。古人呢要想登上，就必须抓这个铁锁，脚蹬绝壁，一步一步往上爬，惊险至极啊！唐代诗人贺知章曾攀登过在这里，当然现在是不能攀爬了。这里呢是有2条，我们说是2条线路啊，算起来是4条铁链。这个完全是绝壁啊！我感觉在几十年前还有人攀爬过呢。再看一下，哇，真的重啊！其实我在想啊，它这个当时是怎么连接的？很有可能啊是把这个铁环或者是个铁锁啊，从上面往下放的，就做好了之后运到上面去。不过有一个疑问就是，怎么运上去呢？
它不可能是这里组装的，肯定是在那个生产铁的地方就已经组装好了。想象不出来啊！刚才说是他们2个人弄的，我感觉啊，在当时应该是不止的，还有其他人一起帮忙。因为你这样看的话，2个人绝对是搞不定的。以前就是这样爬的。这位大姐是为了拍照展示一下，震撼的。下面还好一点，到了上面就更难爬了。我感觉啊，他们爬这个时候应该是有那个安全措施吧？如果没有安全措施，绝对是不小心会摔下来的。弄不好，在古代就真有人从这个上面摔下来过。这下面呢还有2个固定的，就等于是怕这个铁索人在攀爬的时候晃动嘛。这一路都是有固定的啊，这就防止那个人在攀爬，铁索在晃动。所以说他们在建造的时候就考虑到了。再过去呢就是正果寺，这边呢还有一个云峰栈道，也叫自己行的栈道，是整个绵山非常有名的一个地方。就这里，我也是要爬上去的，通过这一块爬到正果寺。这个完全是在绝壁上面修建的栈道啊，不过看起来是不难爬的，应该还是挺好爬的。你如果没有这个栈道的话，这里是不可能上去的。以前他们就走那个铁索啊，那现在的话有这个就好很多了。这条之字形的栈道也算是整个绵山一个比较有名的打卡地点了，很多人会来这里参观。当然了，这个是后期修的，估计也没多少年吧。这可能就是为了方便大家去正果寺弄的一条道路。这个栈道呢也不是很高，因为是弄了一个之字形，如果直接在崖壁上面开凿就很陡峭了，而且还比较宽敞。不过呢，也可以称之为是悬崖栈道。这边呢叫做云峰栈道，因为寺庙是叫做云峰寺嘛。在这一块呢，我们也能够看到下面的场景。这个马路呢，就是在绝壁上面，整个这个绵山景区啊，马路都算是在绝壁上面。这可能也是修建了大概30年左右吧，因为绵山景区，我看资料说是大概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慢慢开发的。原本是没有道路的，只有一条羊肠小道上山，宽度的话大概就1米左右。这是上个世纪的真实图片，当时他们上山就是这样走的，完全是在悬崖绝壁上面行走。后面是经过他们的努力，一步一步修路，修到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样道路，挺不容易的，也是非常艰辛的。说的简单一点，以前就跟对面那个山上是一样的，可能就是在这个崖壁上面有一条很小的道路，现在是很好走啊。在这崖壁上面开凿道路还是挺难的，有些地方呢还是打了隧道的。在这里呢，我们又算是看到了一条挂壁公路，可以称得上是我们现在见过最长的一条挂壁公路。慢慢走，我是怕爬山，但是这个栈道呢，相对来说好走一点，没有太大的感觉。看看上面，这全是石山呢。估计修建这个栈道也是花了比较长的时间呢。现在的栈道就比以前有意思了，因为全是水泥的，这就挺好的，挺结实的了。以前的栈道，包括我们在旁边的云峰寺看到一些栈道都是木头的，这就是时代不一样，技术不一样。现在这边是有铁链护栏，如果没有铁链护栏，大家敢不敢走啊？估计很多人不敢走，然后呢也不会开放，因为最重要是安全第一。有点失误啊，我听刚才走的人说正国寺那边有电梯，他们是从那边坐电梯去正国寺，然后走这边下来。早知道的话我也应该这样。不过好就好在这个不是很难爬，还算是比较轻松一点。
这是到了中间的一个平台，走了80%，给大家看一下这里到底有多高。我站在旁边都有点发抖啊！这起码有100多米了。整个这个崖壁大概是200来米，在这个上面还有个小电源，因为这里刚好有个缺口，上去看看到底是什么。它这里弄得比较有意思啊，有电雨就有道路上去，然后呢，看完电影从旁边下来，又继续去那边。当然，你也可以通过这里直接走过去，弄得挺巧妙的。还好这个绵山比较凉快呀，要不然爬山是很累很热的。啊，这边叫空王灵应台。这个电语是关闭的，我们就看不了了，直接准备走了。那从这一块下去，我们继续前往正果寺。特别是这个栈道比较窄小的地方，感觉是有点紧张啊，因为我是有点恐高的。这里真的是很陡峭啊！都是靠里面，都不敢靠外面。看他们下去手脚并用，可能他们走栈道走的比较少吧，主要是这一块比较陡峭。这个男的也是比较紧张。我们现在是在云峰寺的背面，房子就在这个下面了，而正果寺要翻过去，还有点距离啊。今天爬山的人还挺多的，看一下，这边离峡谷可能都有差不多300来米，通过这边过去，应该就是正果寺，马上就能看到了。这都是人工修凿的，以前差不多就是一个平面，或者是有一点点的坡度。在这个方向就大概能看到两者的距离了。左下角是云峰寺，右上角就是那个正果寺，一个在上，一个在下。以前想要去正果寺，就必须通过我们刚才看到那个铁链爬上去，后面呢是有那个之字形的栈道。现在呢是有2条路，一条呢是我们刚才走的那个栈道，另外一条呢是在那个正果寺有一部电梯，这个好像也是刚通没多久的。终于到了。这是一道关口，大家看一下，前方有个巨塔，将近70米，很震撼的。那这里最大的区别就是这一座正果寺呢是在山峰，也可以说是悬崖之巅。我们刚才看到云峰寺呢就是在下面，通过航拍看得清楚啊，下面是马路，上面到下面起码的话有100-200米啊，这也可以称得上是悬空寺了。正果寺的建筑格局很有特色，依山着岩而建，整个建筑群呢层层叠叠，嵌在悬崖之上，上接峭壁，下临深渊，与山体完美融合，堪称悬崖上的空中楼阁。又得说佩服古代的工匠，他们的智慧和勇气啊，在这样险峻的峡岩上面，竟然建出了这样一座规模宏大的古寺。还有呢，这个正果寺呢是佛道共存的寺庙，既有佛教的殿宇和佛像，也有道教的殿宇和神像，这也是绵山的一个特色啊。绵山是三教融合，从而呢走在寺庙里面，既能看到佛院的庄严神圣，也能感受到道教的清幽玄妙。这一座寺庙，相传呢也是唐太宗李世民下令建造的，可能一开始呢也是有一些建筑，后面李世民封那个人为空王佛之后，那就在旁边大力扩建寺庙了。超级震撼呐！
郑国寺的整体面积比云峰寺小一点了，主要呢就是这2座大殿以及那个塔。我们要看的真身像就在这2个大殿里面，一个佛教的，一个道教的。通过这边上去，刚好这是一道分界线，一左一右2个大殿。已经来到大殿里面了，这一块呢是有8尊肉身菩萨。这些肉身菩萨是上个世纪96年寺庙刚要开发的时候被发现的，后面经过考证，认定了这些是包谷真身像。这些包谷真身像一发现呢，是震惊了世界，因为呢，这里是全球发现规模最大的肉身塑像群。这些肉身菩萨年代是比较久的，最早的话是唐朝，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。后面历朝历代的都有。那这些呢，有高矮不同，胖瘦不同，年纪也不同，都算是那个时候的一些高僧。1000多年还能保存这么完整完好，确实是非常罕见的。那这些塑像基本上是保持着当时这些高僧圆寂时的神情和动作。中间是北魏净土宗宗师湍南的真身像，这是非常有名的高僧，可以看到他的指甲清晰可见，非常明显的。据说他的指甲至今呢还在缓慢的生长，是不是很神奇啊？反正我们这里看这个指甲是非常清楚的。这些包谷真身经历了几百年到1000年的历史，寺庙呢也是几度损毁，又几度重修了。那包谷真身同样也是经过修补的，但是它里面的真身真骨是一直在的，像是达到了我们说的金刚不坏的境界。绵山的包谷真身像在全国是数量最多的，他们也比作是东方的木乃伊。它形成的原因啊，应该来讲是比埃及的木乃伊更神秘的。刚才我们简单看了一下佛教的肉身菩萨，那现在呢，我们来看一下道教的包谷真身像。这一块呢是4尊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松风道人，他是甘肃人，介公祠的第57代主祠，南宋的时候作画，也就是说这个肉身像离现在大概是800多年。旁边的几尊呢都是介公祠的主祠。出完大殿，我们看到的就是灵隐塔，也叫做乾坤塔、空王灵隐塔，是中国高山寺庙中最高的佛塔，明7层暗9层，高度达到69米。这一座塔呢，也是唐太宗李世民下令建造的，在公元641年建造了。到了宋朝，文彦博又重修，后面又损毁又重修。我们现在看到的也是前些年重修的。这个塔确实是挺壮观的，关键呢，它非常有特点，一边是挨着上面的崖壁，另外一边呢就是万丈悬崖，这样的巨塔也是非常少见的。正果寺这里不大呀，到这里我们就差不多看完了，现在准备下山，因为来这里主要就是看那个包谷真身像的。下去的话我们就不走回头路了，准备坐电梯下去，有电梯的话就比较快一点。电梯的位置就是在前方那个房子里面，从那个位置到下面的马路，我感觉差不多有100来米高啊。它这个电梯等于是在山体里面打通的，一个是这样横向，一个是纵向。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横向了。我现在下来了，大家看看那个塔在哪里，很震撼吧？很多人绝对想不到的。在这个山顶上面有一座寺庙，我想要去上面的话，有2条道路。第一呢是在这一块坐电梯上去，先是这样横的隧道进去，然后通过竖的电梯上去，挺高的。另外一种方式呢是通过那个云峰寺走到这边来，总体来感觉都是非常震撼的，起码的话差不多有将近200米吧。这就是
绵山的神奇之处。现在是站在景区的道路上面，现在看起来是很平，实际以前不是的。我们刚才也介绍了，给大家展示以前是怎么样的，就和对面差不多。然后我们在这里看得很清楚，它这边都是用石头堆积起来的，以前是这样一个坡度的，跟对面是一模一样。所以说不容易啊。那到这里，云峰寺和正果寺我们就差不多看完了。真的得佩服以前的工匠啊，特别是正果寺这里，以前想要上来的话是非常困难的。我们刚才看的那个铁索就是进出的通道，想要在这种绝壁上面建造寺庙很难很难的。现在想要在这个绝壁上面建造都很难，何况是上千年前，真的得佩服之前的工匠啊，向他们致敬。另外一点呢，就是正果寺、云峰寺的包谷真身像，也算是让人大开眼界。那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